多拉七小子竟然变成了金雕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校长向多拉七小子发出求助信，说他最新研究所里的东西被怪盗多拉邦盯上了。怪盗多拉邦是一名在法国被点名通缉的江洋大盗。多拉球猫和多拉梅杜三世正在商议对策。在出发前，多拉梅杜三世为这次的出行占卜了一下，结果是不祥的预兆。多拉球猫觉得这种东西是不准的，但多拉梅杜三世很担心。他们俩坐着魔毯来到了校长的新研究所。其他几个兄弟也先后赶到，分别是多拉小子、怪力多拉、王多拉、多拉尼可夫和哆啦 A 梦。多拉七小子聚集一堂，结果这校长竟然没报警。七小子收到的明信片竟是怪盗多拉邦的挑战状，他的目的是要夺取七小子的友情，而眼前的校长也是他假扮的。多拉邦提前在研究所布置了强力的电磁波，七小子的所有道具在这里都会失效。王多拉开始感觉到身体麻麻的。但多拉梅杜三世对他们的友谊很有信心，大家纷纷拿出自己的好友通讯卡。没想到多拉邦趁机使用了点金术，将他们都变成了金色雕像。但多拉梅杜三世和多拉球猫因为拿错了卡逃过一劫，他们醒来后发现自己被囚禁在了漆黑的异度空间。多拉梅杜三世拿在手里的是塔罗牌，而多拉球猫手上的是足球黄牌。突然这个空间出现了3个多拉球猫。起先多拉梅杜三世还以为这里放满了镜子，他身后也出现了另一个多拉梅杜三世，但这个分身跟他的动作完全不一样。很显然这里不是镜子这么简单，回头一看竟然出现了更多的多拉球猫，整个空间都挤满了一模一样的多拉球猫和多拉梅杜三世，这下完全分不清哪个才是真正的本体了。多拉梅杜三世想用通讯卡来查验，但他拿出的卡竟然又是塔罗牌。这时出现了个倒挂着的多拉球猫，他立即意识到不可以使用通讯卡，否则就会被冒充他们的人抢走。多拉球猫嫉恶如仇，他使出一记倒挂金钩，将空间踢破了一个大窟窿，阳光照了进来，分身们都瞬间消失了。多拉邦很惊讶，他们2个竟然能看穿自己的伪装，而更让人惊讶的是，这些分身都是多拉邦的胡须变出来的。多拉邦很苦恼，这2个猫不使用好友通讯卡，他就无法集齐7张，其他的努力全都白费了。黑暗中出现个高大的人影在催促他的进度。多拉邦表示一定会把多拉七小子的友情抢来给他看的。另一边，多拉梅杜三世猜出多拉邦一定是想用这通讯卡的力量来做什么勾当。多拉梅杜三世再次占卜，这次他得到了一张塔的卡片，前方的那座塔就很可疑。2只猫乘上魔毯，准备前去探索情况，结果他们突然想起来这里用不了道具，然后他们下一秒就掉进了水里。多拉梅杜三世很怕水，还好有多拉球猫在，不过他们只有走路过去了。多拉邦一直在暗中观察，现在他知道了多拉梅杜三世的弱点是怕水，而多拉球猫超级健忘。2只猫在迷宫走着走着，后面突然有水涌了过来。多拉邦在浪头怂恿多拉梅杜三世用通讯卡，可多拉球猫一路飞奔，把多拉梅杜三世拉到了墙上，远离水流。多拉邦又加大马力，弄出更多的喷泉，这下健忘的多拉球猫迷路了，迷宫很快就变成了一片汪洋。多拉球猫拼尽全力将多拉梅杜三世送到了岸上，他自己却撞在墙壁上晕了过去，渐渐沉入水底。多拉梅杜三世在岸上急得团团转，最终他一咬牙跳进了水里去救多拉球猫。多拉邦惊呆了，明明是那么怕水的人，竟然就这样跳了下去。多拉梅杜三世找到多拉球猫后，刚想把它往上拉，他自己就晕过去了。这时多拉球猫及时醒了过来，拎着多拉梅杜三世飞速游上了岸。费尽艰辛，他们来到了塔这里。多拉球猫一个箭步，咻的就爬到了塔顶，外面是一片花海，不远处还有一个金发碧眼的漂亮美眉，这美眉叫米咪咪。她刚才在塔顶看见了多拉球猫在水上跑，米咪咪告诉多拉球猫，他是被一个坏人关在了这里，他脖子上的项圈让他无法离开这座城堡。多拉球猫以为他说的坏人就是多拉邦，结果他竟然说多拉邦是个好人，并且他表示多拉邦是为了救他才做了那些事。多拉球猫告诉他，多拉邦把他的伙伴都监禁了。可米咪咪说，多拉邦虽然是个大盗，但他也一直是弱小人民的同伴。他很自责地哭了起来，并请求多拉球猫要相信多拉邦。米咪咪说，多拉邦总是偷面包来救那些贫苦的人，还会劫富济贫，把那些做不法勾当得来的钱物归原主。这时不远处传来了哆啦 A 梦的声音，他一直在水扑腾着，并让多拉球猫用好友通讯卡救他。多拉球猫相信了米咪咪的话，拿出通讯卡，结果下一秒多拉邦就出现，用点金术把它变成了金雕。他沾沾自喜地说，多拉球猫虽然很健忘，但米咪咪哭着告诉他，多拉球猫早就看穿了他的伪装，是因为相信他才用通讯卡的。这时多拉梅杜三世也爬了上来，
他看见这一幕非常生气，体型立即变大了好几倍。多拉邦连忙带着米咪咪逃走了，多拉梅杜三世紧追在后，但他不小心踩到了一个大水坑，吓得他又变小了，沉进了水底。现在多拉邦已经有了6张金卡，米咪咪请求他放手，多拉邦让他放心，事成之后他会把七小子恢复原状的，因为他也很欣赏他们，为了自己所相信的东西，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，而且他们之间的羁绊竟然能产生如此大的力量。另一边，晕在了水底的多拉梅杜三世突然被其他兄弟的力量召唤，他怀里的通信卡闪闪发光，传来了大家的信念。多拉梅杜三世重新燃起了斗志，他蹭变大了，闯入基地，他想一拳把这些稀奇古怪的仪器打烂。这时黑暗中响起了一个声音，告诉他这是用于聚集通信卡无限力量的机器，是他亚兹蒙博士花了29年4个月17天辛苦制造出来的。他要利用好友通讯卡的力量来征服世界，这样他就可以操纵世界上所有的机器人了。博士命令多拉邦收拾多拉梅杜三世，否则就通过项圈折磨米咪咪。多拉邦有些犹豫，结果博士就用金牙上的机关遥控米咪咪的项圈。多拉梅杜三世看穿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他发动塔罗牌占卜，得到了一张象征正义的牌。这下他完全相信多拉邦是个好人了。他将塔罗牌交给多拉邦，然后毫不犹豫地使用了好友通讯卡。多拉邦虽然犹豫，但还是把它也变成了金雕。这样一来，7张通讯卡都集齐了，这座浮空岛顿时改头换面，变成了一个巨大独眼机器岛，不断上升并远离地球表面。多拉邦让博士遵守约定，拿掉米咪咪脖子上的项圈，结果这博士过河拆桥攻击了他。多拉邦看穿了这个卑鄙小人，他嘱咐米咪咪要抓紧他，然后他一跃跳向博士。多拉邦扔出手里的塔罗牌，把博士用来控制米咪咪的假牙给打掉了。博士见情况不妙，赶紧钻地溜了。随后多拉邦帮米咪咪拿掉了项圈，并将多拉七小子都恢复了原状。博士非常生气，眼看自己征服世界的计划落空了，他气急败坏地按下按钮，把他们从机器岛扔进了太空。多拉邦立即使用适应灯帮大家适应太空环境，博士还不肯善罢甘休，他将岛切换成了战斗机器人形态，准备发动攻击。现在七小子们的道具还不能使用，多拉邦拿出一顶帽子，戴着这个就可以不受电磁波的影响，但帽子只有一顶，于是大家决定合为一体。他们手拉手，心连心，每个人都站在了自己的位置上。机器人挥拳攻击，哆啦 A 梦先接招，他拿出穿透环，让大家能够从机器人的手掌间安然穿过。随后是多拉小子用空气炮抵挡了下一拳，博士怒了，他伸出巨大电钻攻击，但怪力多拉用斗牛斗篷将电钻反弹了回去，将机器人打穿了一个大洞。博士还不死心，多拉尼可夫和王多拉又接连使出重击，接着是多拉邦用魔法将机器人整个拆散架了。可没想到博士还在苟延残喘，于是多拉球猫让迷你多拉从博士那儿拿回了好友通讯卡。有了好友通讯卡力量的加持，多拉七小子齐上阵，打得博士再无还手之力，他灰溜溜的逃走了。猫猫们大获全胜，大家回到了地球上，时空刑警将博士逮捕了。怪盗多拉邦带着那张正义塔罗牌，又踏上了劫富济贫的侠盗之路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最喜欢哪只猫猫的能力？我全想都要，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